想学佛或者已入佛门的人，有没有听到过专门针对怎样闻法的开示呢？现代人成就少，远比不上古人，其原因很大一方面在于没有对法做稀有难得之想，因为互联网时代更甚，该公开的和不该公开的都通通的传到网上，大家获得信息太容易，自然也就没有这个稀有之心。唐僧为了取经历尽艰辛，古代高僧为了求法徒步拿了重金，真可谓是倾家舍命。佛说佛法是要从恭敬中去学，一分恭敬一分加持，没有恭敬不得加持。不要说佛法，就是世间法，如果你上学的时候非常佩服你的语文老师，那自然你对他有恭敬心，自然就偏科语文好。如果你讨厌某一学科的老师，自然也对他的学科学不好的。而对于学佛，实际上是有一套严格系统的闻法方式和要点的。如果以下几点你不知道，无论你听闻多少甘露妙法，就如同掺着毒药喝一样，不但对你的修行无益，反而会增长执胜的我慢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心源。从这期视频开始日后会以显密兼容的内容来更新视频，因为心源毕竟有20年的藏传佛教基础，如果仅单纯分享显宗的内容，而不把密教之瑰宝拿出来与之分享，实在太可惜。密教都是以显宗为基础，即便不学密法，能够把密宗的显教部分的精华拿出来借鉴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正如密宗的5加行也叫做前行，前行又分为共同外前行和内前行。外前行自然是无论汉传藏传的显密都应该修学的，虽然共同，但是藏传的传承和修法次第非常严谨。比如外前行，先要修人身难得、轮回过患、因果不虚、无常观，知道并实修了上述的内容，才是升起皈依的心。皈依后要修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又分为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，然后再修忏悔法，再修资粮道的曼扎，然后再修上师瑜伽等。所以在密法中修出来真正无伪的出离心，才是进入皈依三宝的基础。而没有出离心的一切表面修行，都如同在冰上的建筑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藏传佛教的闻法方式开始与大家分享。对于学佛，实际上是有一套严格系统的闻法方式和要点的。如果如下几点你不知道，无论你听闻多少甘露妙法，就如同掺着毒药喝一样，不但对你修行无益，反而会增长执胜的我慢。首先说闻法方式，闻法方式一是要发心，二是看行为。发心呢又分为3个方面：一、广大益乐菩提心之发心；二、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发心；三、广大益乐菩提心之发心。我们应该这样想，其实身处轮回的一切众生，无始以来无一未曾做过我们的父母。做父母时，他们都是无微不至的呵护我们，宠爱我们，最好吃的先给我们吃，最好的衣服先给我们穿，十分慈爱的抚育我们成长。所以这些恩重如山的众生，虽然欲求安乐，却不知奉行安乐之因10种善法；虽然不想受苦，却不知舍弃痛苦之因10不善法。所想与所做背道而驰，糊里糊涂的步入歧途，就像盲人遗留在荒野中一样。这些众生实在可怜。再进一步观想，如果我今听闻并修持甚深正法，目的就是为了使曾做过自己父母，现在为6道痛苦所折磨的一切有情，远离各自业感的一切痛苦和习气，获得遍知的佛陀果位。这样的发心，无论在闻法和修法的过程中都相当关键。不管所修持的善根是大是小，如果以方便摄食，就称为加行发心殊胜；
善根不被他缘毁坏，称为正行无缘殊胜。为令善根蒸蒸日上，在结尾以回向来验持，这就叫做结行回向殊胜。所有善行以此三殊胜摄持是必不可少的，闻法也不例外。最初要闻法的方式放在首位，尤其是发心更居于主导地位。正如功德藏中所说，只随善恶异差别，不随善恶相大小。如果我们带着贪图地位、求名声等今生世间利益的动机，那么无论听闻多少佛法，也不可能变成正法。所以最修向内反观，调整自己的发心至关重要。如果知道如此调整发心，就说明善法已被方便摄持，这样一来就会成为大士道无量福德的金粮。相反，如果不懂得调整发心，那么尽管装模作样的闻法，煞有介事的修法，也只能成为形象上的修行。因此，无论是闻法修行也好，观修本尊也好，持诵密咒也好，顶礼膜拜也好，进行转绕也好，甚至口念一遍观音心咒，都应当以菩提心来摄持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第二就是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发心。诚如三项灯论中所说，一义亦不昧，不难方便多，是为立根故，即胜秘密成。此密宗金刚乘不仅是入门途径，不仅入门的途径多之又多，而且积累资粮方便也不乏其数，加之具有不需要历尽千辛万苦就能现前圣果的甚深方便。这些归根到底就是依赖于转变意乐，如颂云，诸法即缘故，住于意乐上。所以我们在闻法时，不能将传法之处和上师等看成这般平庸不敬的显象，应当明观五种圆满而洗耳恭听。具体明观的方法，处圆满为密言法界功，本师圆满即为法身普贤如来，眷属圆满也就是如来密意传，持名表示传的永世永母及男女本尊之自性，或者说法之处观成同色吉祥山莲华光宫殿，传法上师名观为乌金莲花生大士，闻法的眷属观想成八大持名君臣25尊及永世空行的自性，或者这样明观住处圆满为东方现喜刹土，本师圆满为报身金刚萨多，眷属圆满观成金刚部的众尊永世永母的自性。也可以将处圆满观为西方极乐世界，本师圆满观成无量光如来，眷属圆满观成莲花部的众尊永世永母。男女本尊的自性，无论是以上哪种明观方式，法圆满都是大乘法，实圆满都是未来常有的相续轮。我们务必明确的是，之所以这样观想，是因为这些原本就是这般清净的，并不是本不清净而观成清净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以上师为例，上师本是三世诸佛之本体，身为僧的本体，语为妙法的本体，意为佛的本体，可见上师是三宝的总集。再者，身为上师，语为本尊，意为空行，上师是三根本的总集。也可以说，身为化身，语为报身，意为法身，总集三身。上师是过去诸佛之化身，未来诸佛之源泉，现在诸佛之补处。上师摄受了我们这些甚深贤劫千佛也未曾调化的浊世众生，从慈悲与恩德方面来讲，上师已胜过了诸佛。如颂云，上师即佛，亦即法，如是上师即僧众，一切能作乃上师，师为具得金刚持。再有，我们所有闻法的眷属也无不具有本机的如来藏，并且获得了珍宝人身，又幸运地遇到了善知识，而且承蒙他们以方便教言摄受。可以说，作为眷属的我们都是未来佛。如观察序中云，众生本为佛，
然为克尘者，构境现真佛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就说行为。行为呢又分为两个方面，所断之行为和应取之行为。所断之行为呢又分为三个方面：一、法器之三过；二、六垢；三、五不持。而法器之过呢又分三：耳不住如负气之过，意不持如漏气之过，三、杂烦恼如毒气之过。我们先说耳不住如负气之过。在闻法的时候，自己的耳识万万不可四处分散，而应当专心致志倾听说法的声音，否则就如同在腹口的容器上倾注汁液一般，尽管身居听法的行列之中，但恐怕连一句正法也不会听清。第二是意不持如漏气之过。如果对于听闻的法仅仅限于一知半解，或者单单听听以敷衍了事而没有铭记于心，那就会像漏底的容器注入多少汁液也无法存留一样，不管听了多少法也不会懂得融入相续而身体力行。三、杂烦恼如毒气之过。在闻法时，如果自己心存贪图名誉、谋求地位等过患的动机，或者掺杂着贪嗔痴等五毒妄念而听闻，那么所谓的法非但对自心无利，反而会变成非法，如同像有毒的容器中注入上好的汁液一样。诚如印度丹巴仁波切也曾这样说：闻法时要像野兽闻声一样，思维时要像北方人剪羊毛一样，观修时应如愚人品味一般，行持时应如鸡牛食草一般，得果时应如云散日出一般。意思是说，闻法时要像野兽闻声一样。野兽闻声是怎样的情形呢？野兽酷爱琵琶的声音，就算猎人从旁边射毒箭也不会发觉，仍旧怡然专注地倾听。同样，在闻法过程中，我们也要力求做到情不自禁，身毛竖立，泪流满面，双手合十而全神贯注地提听。否则，尽管身体坐在听法的行列中，但心里杂念纷飞，口中也打开了疑语的伏藏门，一边胡言乱语，一边东张西望，心不在焉，这些通通是不应理的。在闻法期间，甚至包括诵经、念咒等一切善行，也应该放下来，而集中精力倾听。听闻之后，应当将所讲的法义牢记在心，并且经常实地修行。正如释迦牟尼佛曾亲口说：吾为汝说解脱之方便，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。上师为弟子讲经说法，就是教导弟子如何闻法修法，如何弃恶从善，如何身体力行。作为弟子，务必要念念不忘，时时铭记上师传授的所有教言，进而付诸于实践，也就是实地修行。相反，如果将上师所传的法义抛之脑后，而没有铭记在心，虽然也可能有一点闻法的功德，但对佛法的词义一点一滴也不能领会。由此看来，几乎与未曾闻法没有差别。就算将所闻之法铭记在心，但如果与烦恼混在一起，也不能真实的步入正法。就像无灯塔仁波切所说：若不如法而行时，正法成恶趣因。因此对上师正法颠倒妄执，对于同行道友冷嘲热讽，不消一顾，心怀我慢，诸如此类的恶分别念，都是恶趣之因，所以务必一概断掉。第二方面就是六垢：一是傲慢，二无正信，三不求法，四散乱，五内收，六疲厌。依照师名论中所说，傲慢无正信，于法不希求，外散及内收，疲厌皆闻垢。闻法时必须断除六种垢染：一是傲慢，傲气十足，认为自己远远胜过了说法上师；二无信，对上师正法不起信心；三不慕求正法；四外散，心思旁骛，散于外境；五内收，五根门向内收敛。
6. 疲厌，因讲法时间过长等而心生厌烦。这6个方面呢，第一就是傲慢。我们先细说6方面的傲慢。所有烦恼中，傲慢和嫉妒这两者可谓最难辨识，所以我们相当详细的审视自相系。如果因为自己世间或出世间某些方面有少许功德，便认为我已如何如何了不起而产生执着，这样一来势必见不到自相续的过失，也发觉不到他人的功德，因此理当断除傲慢，恒时谦虚谨慎。2. 无正信，如果不具足信心，就已阻塞了迈进正法的大门。为此要具备4种信心中的不退转信心。3. 不求法，希求正法可谓是一切功德的基础。求法有上中下3品，所以修行人也有上中下之分。如果对正法从来没有向往希求之心，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成就正法了。如世间俗语所说，法本无主人，谁勤谁得大。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曾仅仅为了4句正法而经历了挖出身肉，做成1000盏灯后，插入1000根灯芯，纵身跳入火坑，身上钉入数千铁钉等100般的苦难，真可谓越过刀山与火海，舍身赴死求正法。同样，作为追随者的我们，也应当以强烈的希求之心，不顾一切的艰难困苦、严寒酷楚而听闻正法。第4就是外散，心识散乱于6种外境，是轮回一切迷陷之根本，一切痛苦之来源。比如由于眼识贪着色法，致使飞蛾扑火，结果自取灭亡；由于耳识贪执声音，使得野兽毙命在猎枪之下；由于鼻识贪着芳香，蜜蜂缠死在花丛之中；由于舌识贪着美味，鱼儿钩在铁钩之上；由于身识贪着所处，大象陷于泥潭之内。此外，无论听法、传法还是修行时，都需要断除追忆往事、妄念未来及现在的分别念，妄念未来现在的分别念散于外境等现象。无着菩萨说，昔日感受苦乐如波纹，已尽无际，切莫追忆之。若念当思盛衰与离合，法外何有可依麻泥丸？未来生计如旱地撒网，舍弃无法实现之期意。若念当思死期无定准，何有行非法空麻泥瓦？暂时所事精勤无益，是故当舍弃。如法时亦以无贪印持，所作所为无益麻泥瓦。后得调伏3毒分别念，一切念境未现法身前，非思不可知时当意念。此外，无论听法还是传法时，都需要断除追忆往事、妄想未来及现在的分别念散于外境等现象。关于月称父，也就是月称菩萨，有这样一个公案。从前一个穷人得到了许多青稞，他将这些青稞装入口袋里，挂在上方，自己躺在口袋的下方，不禁暗自思忖，我现在用这些青稞做本钱，想必将会拥有大量的财物，到那时娶上一个妻子，他必定会生一个儿子，那么我该给儿子取什么名字呢？这时正好看到月亮从东方升起，于是他想，干脆我就为儿子取名月称吧。正在这时，悬挂口袋的绳子被老鼠咬断了，袋子恰巧落在他的身上，他就这样一命呜呼了。可见过去未来纷繁复杂的妄念根本没有值得信赖的时候，只是自相续散乱之因而已。我们要全力以赴予以消除，具足正知正念，不放逸而听闻正法。第5就是内收。如果我们在闻法时仅仅受持佛法的个别词义，就像马熊挖血珠一样，不可能有了知一切的时候。如果我们心思过于内收，也会出现昏昏沉沉、奄奄欲睡等弊端，所以一定要松紧适度。从前
阿难尊者教诫咒心集修法时，咒心集时紧张过度，有时异常松懈，而未能升起任何修法境界。于是他便前去请教世尊。世尊问咒心集：你在家时擅长弹琵琶吗？他回答：极为擅长。世尊又接着问：那你弹琵琶所出的妙声，是在琴弦极度绷紧时发出，还是在琴弦十分松散时发出呢？咒心集承白道：这两种情况都不是，只有琴弦适度时才发出妙声，只有琴弦适度时才能发出妙音。世尊教诲说：那么你修心也与之相同。咒心集依教奉行，最后正果。马吉拉准空行母也说：不紧亦不松，彼具正见要。因此心既不能过紧而内收，也不能过松而外散，要做到不松不紧，恰到好处，诸根悠然而住。第六就是疲厌，诸如当遇到因讲法时间过长而感到饥饿难耐，或者遭受风雨吹打、烈日暴晒等情况时，切切不可心生厌烦，进而不愿意继续听法，断然放弃。心要这么想：如今我已获得暇满人生，并幸得遇到了具有法相的上师，而拥有听闻甚深教言的良机，实在是喜出望外。这是无数劫中积累资粮的果报。如今听到甚深的妙法，真好似百食享用一次饮食，可谓千载难逢，这多么令人高兴啊！所以为了这样的妙法，理所应当安忍一切艰难的困苦，严寒酷暑，欢欢喜喜来听法。这里小编曾经在西藏的雅清寺的时候，那时候阿丘喇嘛在讲法，我们所有的比丘都在大经堂里听法，经堂里装不下了，那个外边下着大雪，冬天零下40多度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大经堂的外边冒着大雪坐在地上听法。所以他们对上师对法的这种信心和希求心，这就是比我们有善根的地方。好，接着讲，后面还有几项，就叫做五不持。什么叫五不持呢？第一是持文不持义，持义不持文，为领会而持，上下错谬而持，颠倒而持。持文不持义，如果一味注重优美的词句，而不详细分析甚深的意义，那么就如同孩童采集鲜花一样，也就是说，推敲词句并不能使内心获得收益。第二，持义不持文。如果认为文字结构只是泛泛而谈，没有任何实意，进而轻视词句，偏重甚深的意义，这样一来，词句的意义就会互相脱离，因为不依赖于词句，根本无法理解意义。三，为领会而持。倘若没有领会了义不了义、秘密密意的各种说法而受持，就会导致误解词句和意义，而违背正法的结局。四，上下错谬而持。如果上下错谬而受持，显然已违背了佛法的规律。如此一来，无论闻法、讲法或修法，都面临矛盾重重的处境。五，颠倒而持。假设颠倒而受持意义，则自相续会因为邪分别念的滋生蔓延而毁坏，甚至由此而成为佛法的败类。所以我们务必要断除上述的过患，通过词句以意义上毫无错谬的正确途径来受持。当遇到意义难解、内容繁多时，绝不能因为无法掌握而就此放弃，要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的受持。遇到意义简单、词句鲜少之处，也不要认为法义浅显而轻蔑藐视，必须牢记不忘。总而言之，要按照上下文正确无误的相应关系，有条有理、一五一十的掌握一切词义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讲到这里吧。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实际上还要讲1个半小时才能讲完。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愿意听，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更新，希望大家积极反馈。那就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